说到德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二战、柏林墙还是汽车？其实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工业实力有多么的强悍，想必大家都是有所耳闻的。严谨的德国制造工艺更是造就了许多世界认可的大品牌。但各位知道吗？细致缜密的德国人也曾因为一度追求列车的舒适感，反而忽视了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最终导致了这起101人丧生的列车脱轨事故。在短短的3分钟内，德国引以为傲的工程技术直接转化为废墟。那么这起事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1998年6月3日早上5点47分，一列 SE8844城际特快列车从德国慕尼黑出发，此次行程的目的地是汉堡，期间会停靠7个站。而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天沿途的一个小镇艾斯赫德即将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早上10点30分 ，SE8844列车在汉诺威停靠后，继续向北行驶。约尔格·迪特曼是来自第一节车厢的乘客，他坐在妻子和儿子的对面，一路畅想着海边度假的美好旅程。然而，大约在10点57分，距离他们到达终点站仅约40分钟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最先意识到不对劲的人正是约尔格，因为伴随着一声巨响，他发现了有一块金属板插进了妻子和儿子座位之间的扶手里面，并且还穿透了车厢的地板。这可把约尔格一家吓坏了，他们随即离开了所在的车厢，而其他乘客虽然也被巨响吓了一跳，但列车很快就恢复原状，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整辆列车只有约尔格一家像是失了魂。很快，他们到了第3节车厢，找到了列车长。约尔格情绪激动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他，还直言道必须立刻停车。而殊不知，铁路公司有过明确规定，工作人员在拉动紧急制动器之前需要查明情况，所以列车长没有采取措施。他解释说，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于是约尔格带着列车长返回事发的车厢，搞清楚状况。列车在此时已经开始产生剧烈的摇晃了。10点59分，列车在经过埃斯赫德立交桥150米的地方开上了可变轨道，直接把它从直行变成了右转，这导致后面的车厢从第3节开始都转向了侧线，走到了不同的轨道上。紧接着，由于列车速度较快，第3节车厢被狠狠地甩了出去，直接撞上了立交桥右侧的2根支撑柱上，车厢受损严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重达300多吨的立交桥随即开始倒塌，而第4节车厢也被迫离开轨道。他在立交桥倒塌之前完好无损地冲了过去，直接撞上了2名在支线工作的铁路工人，又撞到了几棵大树后才停下来。艾丽卡·卡尔是第一个走进事故现场的人，她家离铁轨只有20米的距离。当时她和丈夫正在厨房喝咖啡，突然间伴随着一声巨响，杯子全部摔碎，把他们都吓坏了。起初还以为是飞机在附近坠毁，急忙出去查看。然而眼前的场景让他们目瞪口呆，除了车头和第1节车厢好一些，后面的第5、6节车厢大部分都被撞坏的水泥桥给压住，最惨的还有餐车部分，直接被压成了15厘米厚。就在刚才的短几秒钟之内，8个车厢陆续冲撞在一起，压缩成为了一团不到30米长的残骸。而事故现场离自己家门只有几步之遥，如果再偏一点点，恐怕艾丽卡一家也得遭殃了。事故如此惨烈，警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次灾难的严重程度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一道道被车轮划过的轨迹深深地烙印在地面上，随处可见破碎的列车残骸，夹杂着血淋淋的尸体，真是让人触目惊心。事后大约有1000多名救援人员被派往现场。另外还有37名急诊医生恰好在附近参加医学研讨会，得知消息后也火速赶到了现场。根据刚才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列车前面的车厢受损情况还算好，所以在这里面的绝大部分乘客都只是受了点轻伤，而后面车厢的幸存者就少得可怜了。据统计，此次事故中遇难者人数高达101人，还有88人身受重伤，其他程度的伤者也超过100人。而更让人后怕的是，在事发前2分钟，来自反方向的 ICE787次列车刚从桥下高速驶过，它比原先时间提前了2分钟，而 ICE884次列车则晚点了1分钟，所以这2列列车没有在埃斯赫德相会。如果一切都按照原定时刻表进行的话，那 ICE787次列车将会准时出现，继续撞向残骸，到那个时候死伤情况可能还会翻倍，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过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多年来 ICE 高速列车一直往返于欧洲各地，安全输送了大量乘客，从未出现过任何故障，可这次究竟是怎么了呢？
ICE 1号是德国在1988年推出的第一列现代高速列车，也是德国工程技术的先进象征。通常来说，它有14节车厢，整辆列车最多可以承载703名乘客，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80公里。根据宣传内容来看，除了最基本的安全保证和速度之外， ICE 1号主打的是豪华舒适路线，所有的乘客都将体验到与飞机商务舱类似的待遇。为此还抢走了不少航空公司的生意，而且这台列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一个略高于其他车厢的餐车车厢，很是高级。自从1991年 ICE 1号列车开始运营以来，它就备受乘客欢迎，主要是车速快、用时短、舒适又先进，成为了许多乘客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乘客的评价开始变得褒贬不一，也许是期望值太高的缘故，很多乘客都开始抱怨列车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尤其是餐车部分最令人失望，因为在行驶过程当中，列车有时候非常的不稳，搞得餐桌上的盘子、刀子、玻璃杯等物体移来移去，相互碰撞，发出十分恼人的噪音。更夸张的是，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列车偶尔还会突然抖动，导致乘客们都无法安安稳稳的吃顿饭。所以 ICE 1号列车在一部分乘客心目当中并没有留下好的印象，眼看着风评变差，该列车乃至整个德国铁路的声誉将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在1991年9月，德国国家铁路董事会决定要尽快解决这类问题，避免差评愈演愈烈，有损德国铁路的形象。起初，工程师制定的几种解决方案，可是一算成本，严重超过了预期。于是，工程师把注意力转向了有轨电车。它采用的是弹性车轮，在这种设计下，车轮与外胎之间嵌了一个20毫米厚的橡胶衬垫，像是减震器一样，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而车轮外面又有一圈金属外胎，外胎在加热后被裹在车轮上，然后冷却，紧紧地包住车轮。由于有轨电车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运行，所以工程师直接借鉴了这一设计，摒弃传统的整体式车轮，设计了多组件车轮，以此保证列车高速行驶过程当中的舒适性。这一改良设计后，之前乘客抱怨的问题通通都迎刃而解了。不过，这种金属外胎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非常容易发生破裂。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定期检查车轮。另外，虽然这种设计在其他国家平稳运行，但有轨电车的速度相比火车来说算是慢的了，根本就没有可比性。1992年年初，部分餐车的车轮被改造完成，测试结果自然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人们关注的点全部都在于列车的舒适度上。到了夏天，工程师被催着结束了测试，尽快把新的车轮都给换上了。可实际上，测试开始了1个月后，就有轮胎出现了裂纹，只可惜没有人坚持要继续进行高速测试。1997年7月，有家经营有轨电车的公司发现，电车的双轨轮出现了疲劳裂纹，这比预计时间要提早了很多，而且电车运行的速度仅仅只有每小时25公里左右。众所周知，一旦出现了疲劳裂纹，就意味着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必须在这之前及时替换掉。这家公司也算是厚道，他们发现问题后，立刻分享给了其他使用类似设计的用户，包括德国铁路公司。不过对此，德国铁路公司则表现得自信满满，直言道 ICE 1号列车是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而事实上，新设计的多组件车轮每转动1圈，车轮就会被压扁成椭圆形，从而产生响应的疲劳效应。金属疲劳简单点来说，就是金属累坏了。在交变应力作用下，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在金属局部高应力区形成了微小裂纹，再逐渐扩展以致断裂。此外，轮胎磨损后会变薄，裂纹又会继续增长，如此反复，车胎故障就是早晚的事情了。而此次事故的源头就是来自于列车上的一个新型车轮的钢圈，由于金属耐用性不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断裂，随后便一下子松开了，直接戳穿了车厢地板。在此过程当中，转向架从轨道上抬起，一旦遇上可变轨道，列车脱轨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事实证明，列车长还要感谢约尔格的救命之恩，因为如果不是他，列车长仍然会待在第3节车厢，那就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了。还有一点也让人诟病，如果约尔格报告异常情况后，列车长及时制动刹车，后续的灾难或许能够避免了。可仔细想来，列车长也只是打工人罢了，哪有这么大的权利做决定？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维护不当。据说德国铁路公司维修站的技术人员用的是最普通的手电筒，随便照着看看就算检查过了。为什么不用专门的金属疲劳检测设备呢？因为在这之前，该设备经常出现误报的情况，所以技术人员觉得机器也靠不住了，那还不如用肉眼检查来的方便。然而，在事发前1周，列车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纷纷上报过车轮存在着缺陷问题，但公司仍然没有要换掉车轮的意思。所以这一系列的设计缺陷、维护不当，再加上规定死板，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造成了这场悲剧。事故发生后的几个星期内，德国铁路中所有类似设计的车轮全部被替换掉。多年来，铁路公司也向遇难者和幸存者家属支付了至少3000万美元的赔偿金。除了经济上的补助，心理治疗师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幸存者家属和救援人员走出心灵上的困境。令人痛心的是，在
再多的钱也无法换回鲜活的生命，许多儿童也因此成为了孤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场悲剧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就连第一目击者艾丽卡夫妇也再没搬过家，因为直面灾难让他们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而且许多幸存者在多年后重回此地，特地来感谢艾丽卡他们当年给予的帮助，这份恩情弥足珍贵。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起事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镇长，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